當時不是意外懷孕嗎？這能說明孩子比老公重要。我可以沒有老公，但是我得有孩子。我們也沒有選擇結婚，我是選擇自己把這個孩子生下來的。目標肯定是有的，但是我当时一周要上6天班，每天6到7個小時，1万到都有。我有上进心，但是我不是那种纯事業型。我会觉得说，我工作不就是为了我的生活变好，不是说我一定为了这个東西我要賺錢，我更希望在我這裡老師能賺到錢。當時開的時候是為什麼選答題這些？我覺得跟我自身有關係。我其實是個比較懶的人，很多運動我都嘗試了，可能我就沒有那麼感興趣，要麼就是強度太高了，要麼就是太無聊了。當時我一接觸普拉提，我說這東西躺着運動，躺着也很累，要累死我。對，一開始沒有反應過來，對，越練越發現後面其實也蠻難的。當時剛好也是在一個尋找人生規劃的一個階段，我就覺得說，我想找一個工作，它是對我自己有好處，它也不會特別的消耗我。這個運動它又能提升我自己，在這個過程中，我一定不會把自己越變越差。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自己知道我的性格，我不是那種很能朝9晚5上班的人，我沒有辦法重複的一直在做一件事情，所以我就覺得說自己開一家小店也挺好的。當時接觸是普拉提是在溫哥華這邊還是在國內？很早以前了，那個時候就只是練，完全沒有想過說自己要開店。那當時開店的契機又是什麼？因為我當時不是意外懷孕嘛，我就回來這邊了。我就想說，其實我一直是一個沒什麼上進心，就無所謂。但是後面有孩子，就覺得說你還是得實打實的去做一些事情，不管是為自己還是為孩子，都是對比較好的。從一個到處飄的人變成一個要踏實，要找工作，要為了小孩要賺本奶粉錢，真的是。我媽就說我一直不落地，你會看我朋友圈就看我到處跑。我不是那種富二代，但是我也沒有什麼說那種大的生活壓力，我沒有車貸，沒有房貸，所以你就自己有多少你就覺得說你玩就好了，而且你不用說真的為了移民去工作，少吃了很多苦，說實話。但是你自己是沒有什麼鬥志啊。那你會覺得小朋友其實他是一個 gift， 他是一個禮物給你們？超級，有了他以後，我的人生有了超級巨大的轉變。你當時會有害怕嗎？他可能不是一個 expected 的 kid， 他突然你懷孕了，當時是害怕的嗎？還是說是驚喜的？其實我覺得是我的家人給我的底氣，對，我也沒有怎麼吃帶孩子的苦，因為我家裡人都在這邊，因為我確實是意外懷孕，我們也沒有選擇結婚，我是選擇自己把這個孩子生下來的，確實全部都是家裡人給的底氣。我媽就說你生就行了。一個是我相信我爸媽，一個是我相信我自己，而且我並不覺得孩子會是個負擔，我會覺得這能說明孩子比老公重要。我可以沒有老公，但是我得有孩子。我聽過這個話，他們就說後悔跟結婚，但不後悔生孩子。而且我的性格，我覺得說有個孩子，對，那你更 grounded 一點。他是你生下來以後才開店的嗎？對不對？我是生下來以後才開始備考證學習的。你開店以後，因為可能有爸媽的這種輔助，你其實覺得帶孩子也沒有說那麼累，需要一直盯着他那種感覺。對。那開店的過程中，你覺得有什麼就特別困難或者特別順利的一些故事嗎？我覺得其實最難的時間對我來說已經過去了。一開始我們這個店一開始是一個很小的，只有250尺，變到加上你剛才看到的那個300尺的教室，到現在這個600尺的教室，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我們是沒有什麼資源，沒有學員，沒有背景，也沒有資金的投入，所有東西我其實也沒有任何開店的經驗。你有做什麼調研說，比如說溫哥華有多少的這種做普拉提的機器從哪裡買？公司怎麼樣去註冊，老師怎麼樣請，一步一步自己去摸索的那種？全是自己摸索的。到現在不管是課程的安排，老師包括器械，包括運營、客服，這些前期都是自己幹的。是直到去年9月份到這家大一點的教室了以後，確實是有點忙不過來了，才開始加入了客服和運營，就是一些兼職的。對，但是主要的還是自己來。我可能是擅長做這種事情，帶一點點那種運氣的成分。你覺得你是個運氣很好的人嗎？我覺得是，但是我覺得運氣也是實力的一部分。對，你得有實力，他才會有運氣，來了才能抓得住。對，反正我覺得我運氣一直都挺好的，所有東西都能得到，只要我想要，他想要即得到。對，他總會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方式，他要麼給你，要麼給你更好的，總之他就會給你。我覺得其實是創業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心態，一是覺得自己幸運的，或者說就算現在有挫折，它可能是教會你一堂課，或者你可能在不久的將來還是會到達你想要的這樣一個結果，只是它可能方式不太一樣。你覺得你們的店和別的在溫哥華的店有什麼區別嗎？我覺得我們更專注於私密性和性價比。
如果不是那種特別熱門的時间段，一個時間段裡面只會有一組學員。這個是我覺得大部分的馆可能你出去看，他就可能隔着旁邊一張床他有人。对，我会覺得說來我們這兒的人可能就是對上課環境有追求的這麼一群人。包括我們的價格，我們比較專注於小團課和私教。就像你看我們的團課最多就是3位，其實我們是有能力開到6位的，我们有6張床，但是我不想這麼做，是因為我也嘗試過市面上那種大團課什麼的，我覺得是沒效果的。所以我在把我們的價格1v3的價格壓到了基本上跟外面团課是一樣的價格，同時給大家一個更好的上課體驗。我覺得這是我追求的。包括我們的私教其實價格也是蠻好的，基本上下來可能70多塊錢。对，我想把它变成一個大家可負擔可以上的，不是說這個東西只是有錢人的專屬。在這個上面，因為你的價格相對更親民一些，它還是比較小的課程，你的成本就會很高，你的利潤不就會有很低嗎？可能這就是個人的一個追求。對我來說，我覺得我是享受做這件事情，賺錢是它的一個附帶的，對，是它的價值。对，不是說我一定為了這個東西我要賺錢，我更希望在我這裡工作的老師能賺到錢。那他們的工資是定的，方便說大概從過去到現在 average 的流水大概是多少嗎？我們反正每個月1萬到4萬都有。那這個 range 它的原因是因為有淡季旺季，還是說你們有活動？有淡季旺季也有。其實我們工作室沒有辦法接受特別大的流量，我們為了保證教學環境，不可能說我們同時一次性接很多人，所以这就導致我們有些時候，比如說這個時間段我們留給他了，那他要回國了，或者他請假了，其實這個時間我們很難再去立馬安排上新的人。你們有嘗試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能夠讓淡季的沒有那麼淡，會有更多的人員來進來嗎？調整心態。我那一季淡的時候我不虧，我能把老師的工資都付上，我收支平衡，我覺得就夠了。對，也沒有說特別的一定要 do money driven 那種感覺。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做的真的已經很好了，你自己一步一步走過來，所有東西是你自己從0到1去創建的，你自己看到你自己所做的所有的這一切，你會覺得說已經很知足了，剩下的真的交給時間了。客源你是說來的客戶，我覺得都有。对，比如說 weekday 上午那寶媽就居多， weekday 下午就上班族居多，對，周末也是上班族居多。我覺得像自由職業學生其實都有。那一般來說入門就接觸到你們的 studio 主要比如說是試課還是說怎麼樣，它一般什麼樣的途徑進到這個系統裡試課？對，大概40-50塊錢那種私教課。对，我們現在還有一些 promotion 對於新學生的。你們主要的這些客戶是從哪裡來？是從線下的活動還是說線上的 promotion？ 小紅書比較多，線下也會有，包括網頁什麼的其實都有。那你們對於以後成長的一些想法，以後會更多的做線下的活動，還是說社媒去再加把勁兒？以後我覺得可能還是社媒居多，之後我們也會做一些線下的沙龍。對，合作的那種嗎？還是對，大部分是合作的，比如說是一些跟一些插花美業相關的，我覺得都是可以的。那你每天會給自己一個說要幹什麼，我這個月要幹什麼，有個目標性嗎？還是邊做邊看邊解決問題？目標肯定是有的，但是我當時一周要上6天班，每天6到7個小時。為什麼我們能一步一步走過來，也是因為我們自己一開始我去支撐，把這個店它先第一步做起來，就先支撐起来，才有可能說慢慢後續我發現實在忙不過來了，我開始找老師。原來是在那個小房間裡，你剛剛說一直在擴建，你覺得這種規模的 studio 你還會再幫它變大嗎？還是差不多這個？我應該不會變大，但是我可能會開新店。OK， 盡量我想做成那種小而美的店。那你們現在的老師如果要招人，他們是有一個制定的，比如說多少個小時，什麼樣 certification， 他大概招人進來？我們會看證書。OK， 對，你是否擁有這個體系？比如說普拉提裡面講究4大體系，基本上只要你了解普拉提這個行業，大家都知道4大體系的含金量，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在這4大體系裡面去招老師。大部分也是講中文的。對，我們這邊是華人客戶居多，但是我們也會有英文客戶，所以也需要老師是有英文溝通能力的。那你們內部會做任何的比如說考核或者培訓？第一是老師來的時候我們會去做試課，後續我們會有一些比如說體驗課的流程，大家需要去做的，比如說要去做一些問卷調查、體態評估這些的，你要去給學生說你的問題解決方案。我們每周會請外面的一些比較厲害的老師來給我們的老師去做一些培訓，他們可以去上課。你會覺得普拉提，你會建議別的人也來做這個業務嗎？怎麼說？你別想着賺大錢就行了，你可以把它當一個工作，甚至你當一個副業，它都是可以的。但是你想要拿它賺大錢，
基本上很难。我就说我其實有时候賺的還沒有老師多，或者說我有的月份我還得虧一點，可能就他一個月肯定能有那麼多的工資。多少？像我們这是全職老師4000左右。OK，他就是按照时间算的。对，但是上課他上班的时間可能一周只有20多個小時，但是有利有弊的。我們的時薪是高，但是它不穩定性強。那他学生可以单獨找這個老師，你們網頁有專門每個老師的介紹，他說老師我要跟這個老師練這種類型的。對，我們會有老師的介紹，比如說每個老師他擅長的部分也不一樣，有些老師他會比較擅長孕前、孕中、孕後這些的一些體態調整，有些老師他更擅長於比如說拉伸或者說有氧、動感型、更節奏型的。你的運動受傷以後，很多物理治療師都會建議來上普拉提。我覺得這是為什麼我們專注於小私教，因為我覺得超過4個人了，基本上老師只能喊口令。我是聽別人一些學生的反饋說，在外面上完以後可能更加的腰酸背疼，老師是根本不可能及時看到的那麼多個人。对，所以我們的優勢是性價比，我們的團課1v3 38一節，就是25次課。我聽上去感覺，一是私密性比較高，人比較少，就最多是1v3的團課，二來就是價格比較便宜。3就是 location 相对來說還是比較方便的。那你如果要再開一個分店，你對這個分店有什麼不一樣的想法嗎？我現在在想的，可能我想做成，這算提前提前暴露機密嗎？对，可能也是差不多大的1000尺左右，我應該也不會再考慮說開更大的。對，我還是會保留我們的這種模式。小朋友給你創業的這個過程中增加了什麼東西嗎？你會想天天見到他，就有些時候有個羈絆的感覺。對，像我現在我已經慢慢調整好我的節奏了。就像之前，比如說他3、4點下幼兒園，但我有時候晚上的課，我可能8、9點才下課，那我那一天基本上就見不到他了。對，8點呢他就睡覺了。那為什麼慢慢把一些晚上的課我也減少了？因為我覺得說我想陪他，而且他現在開始慢慢記事兒了，我覺得這個時光還是。他現在幾歲了？3歲。那他有問說媽媽爸爸在哪兒嗎？這種話他會問你嗎？還是說沒有？因為我們家人很多，他根本就不知道爸爸是什麼，就他這個 village takes a kid 這種感覺，他就沒見過他爸爸。對，所以他也不知道，可能上小學再往大一點才會考慮這個事情。那聽上去挺好，因為職業女性特別害怕生孕以後會影響工作，或者說特別是我覺得單親媽媽，我當時聽到你說你自己一個人帶孩子，天哪，你要創業要帶孩子也太辛苦了。對，還是因為有人幫忙。你說純靠自己，你很難說所有 balance 都做好。你現在也說你會比較少的上夜間的課，因為在我的理念來說，我覺得工作和生活是同樣重要的。對，我有上進心，但是我不是那種純事業型。我會覺得說我工作不就是為了我的生活變好嗎？那如果我只為了賺錢，我沒有時間陪孩子，孩子都不知道媽媽是誰，就只知道媽媽會賺錢，那我覺得沒有意義。這個 idea 非常的 healthy。對，我不覺得這是件不好的，因為每個人是追求是不同的。我是 Kelly， 我在溫哥華用深度訪談講述不一樣的創業故事。